2个月过去了，人间依旧未见安宁。士林夜市、宁夏夜市、饶河夜市，每到傍晚便杳无人烟。就连知名老店圆环蚵仔煎、福州胡椒饼，所有的摊贩全都歇业。号称24小时的便利商店，天暗前早早就关了门。城市呼吸逐渐缓慢，不少百姓蜷缩在宫庙周围，自搭帐篷寻得一个栖身之所。往日露宿北车的游民，如今空无一人。西门町也失去了往日的喧嚣，入夜后恍如王城，夜色如墨，不安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台北。中和某处1楼老公寓，神桌前香火摇曳，山柱清香燃过半截。手机上一道红色金光微微一闪，张国强无声闭眼，勾动香意，双手掐诀，气息稳如山岳，香气盘绕间，模糊神影映于墙上。天地宫关帝殿香烟袅袅，一阵暖意悄然散开。近来阿强接连听到小道消息，有来自邻里亲友，甚至来自儿时的老同学，皆提及大稻埕有异象，某座仓库时有腐臭，物业更传出拍门撞墙与阵阵哀嚎。曾有人大胆的潜入，却从此再无音讯，未曾归家。妻子在屋内来回踱步，终于忍不住走到门边，低声道：“强哥，你真的要去吗？外头现在这么乱，连警察都不敢插手了。”阿强起身，朝小芳一笑，眼中却藏着不舍与决意。“我不会逞强，只查情况，若遇邪物不敌，立刻就退走。你放心，我会带着手机，关圣帝君自会有庇护的。”妻子抿唇，忍着泪，只能目送他离去。受鬼巢与仓库流言的影响，即便白天，大稻埕依旧非常冷清，商家多半歇业，街口的年轻摊贩也不见踪影，唯有霞海城隍庙香火依旧鼎盛，进香人群拥挤，却少有谈话，人人脸上皆是压抑着恐惧与担忧。阿强走入巷内，寻访几位仍在营业的老板，终于一间伴手礼店的阿姨低声透露，传出怪声的老仓库原本是个临时的灵堂，因为鬼巢横行，死者激增，火化延宕影响，数十具遗体暂存其内。不久前，仓库却忽然遭到封锁，诡异事迹随之而起。入夜，人们蜷缩在城隍庙前的帐篷，远远关注那片被封锁的仓库区域。有人诵经念佛，有人低声啜泣，无人敢靠近。夜风呼啸，似鬼哭狼嚎。阿强背着简单行囊，穿过人群，默默朝黑暗中的仓库前进。跨过层层封锁，发现仓库大门竟微开。才刚靠近，一股冰冷湿气扑面而来，浓如液体。里头影像不让人心神溃散。仓库深处摆着数十口棺木，有的盖子为掀，有的裸露尸身。成排遗体穿着寿衣，额头钉着血符，嘴塞骨钳，阵列如军。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杀意，地板似乎都在呻吟。忽然，一具尸体微微颤抖，咔啦一声，脖颈扭转出不自然角度。接着1具、2具、3具尸体同时蠢动，眼窝涌出暗黄死光，四肢僵硬，却带着异常的力量。仓库深处，一个身影缓步而出，他披着破旧道袍，双眼血红如兽，声音沙哑且破碎，仿佛从血海中爬出。又来一个不怕死的，真好，真好，今天又能多练1句了呢。他舔着干裂嘴唇，满是疯狂。这些人死了又怎样？他们死得不明不白时，谁管谁救？什么狗屁神明？只有力量才能救自己，只有力量。他狂笑，咬破手指，以血书咒，
四周血阵崩出红光，僵尸如受命军队齐步踏出，地面为震，空气宛若撕裂。阿强转身欲退，大门却已落了锁。他退了2步，不顾额头冷汗，抽出包里赤笔咒符，双指并捻，念道：“斩邪驱煞，阴阳分解，急急如律令。”符咒一直，金光画出半弧，勉强逼退了4具僵尸。赶尸人冷笑，区区符纸也妄想挡我？他挥一挥衣袖，棺木齐震，僵尸群起而行，血阵红光大作，亡魂哀嚎如潮。阿强无退路，当下只好点燃香枝，双指捻诀，念道：“明香火，聚众怨，阴阳无间，差将行令，黑白无常，速现！”香烟冲顶，黑白2气化为2道人影。来者为黑无常，身披黑衣，手持勾魂锁，冒出天地太平，面如墨玉，目光无悲无喜。高者为白无常，披白明袍，蛇垂胸前，帽上一件生财，手执拘魂令与哭丧棒，周身阴雾缭绕，神威如山。无常2将现身那刻，整个仓库仿佛被无形巨力所压制，僵尸群僵立不动，战斗如筛。黑无常怒喝：“孽障，还不归位！”黑无常手中铁锁飞出，数具僵尸被牢牢勾住，动弹不得。他又踏无方鬼步，锁链猛敲地面，声如惊雷，血阵当场崩碎。白无常形如闪电，手中哭丧棒一挥，又有数具僵尸倒飞数丈，撞穿墙面。他举拘魂令牌，喊道：“动阎王令，收不净魂！”空中响起铃钟，数具僵尸魂魄如烟，被拘魂令吸入其中。赶尸人大惊失色：“不可能！你竟能请出黑白无常！你到底是谁？”他狂挥法笔，黑火咒射出，白无常仅轻轻抬手，黑火竟凝结回弹，反噬其身。赶尸人吐血倒地，血中泛着黑气。黑无常步步向前，锁链一甩，将其重击至墙，身形巨震，当场昏厥。白无常冷语：“滥用亡魂者，阳寿已绝，咱们地府见！”仓库外，警车鸣笛声自远而近。黑白无常察觉腰间人马将至，身影隐去于民风之中。阿强所持香枝亦已燃尽，不欲招惹关注，便悄然离去。妙方与警方随即进入现场，目睹尸横遍野，邪气未散，血阵破碎，仅剩赶尸人奄奄一息。妙主惊呼：“这竟然是湘西赶尸术！”警方封锁现场，尸体以火焚化，烟中隐约传来哭嚎。妙方便以香火清水清净死地，恢复阳气。赶尸人也被抬上担架，浑身是血，眼中却带着疯狂笑意，疯狂地喊道：“疯了！这世界早就疯了！哈哈哈！爸妈、妹妹，我马上来陪你们了。”话未说完，气绝而亡。同一时间，龙甲龙山寺竹坛师傅忽觉香烟倒卷，气机震荡。他蓦然起身，步出庙门，望向北方，只觉得空气中残留着神明降临的余韵。从未感受过哪位乩童请神竟有如此强大的气息，到底是谁呢？他沉声吩咐徒弟，明日走一趟，查查台北各大庙宇有无异象。徒弟迟疑：“师父，是好事还是……”师父未答，只语静静地望着远方。